机甲战机的龙骑系列其实已经出过相当多的产品了，就光是万代的合金成品就出过 High Spec 和 High Metal R，实话说素质都很不错。我个人也特别中意大张正体操刀的龙骑1号改，之前也出过 High Spec 的1号改的评测视频，可谓是老物里的超级良心。但我对老1号那个矮胖身材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直到等到了千大爷的这台龙骑1号，本来是已经有很多 UP 拍过了，不想再凑热闹了，但一番把玩过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以我的视角来聊一聊这台千大爷近些日子以来的超常发挥。首先啊，这次的支架又升级了，不仅这个装位自从真盖塔龙以后开始采用了合金，而且不再是用插销锁住转动结构，而是集成了一个非常硬的齿轮关节，松紧可以通过螺丝来调整，不过地胎还是用的祖传款，这也是我最不喜欢千大爷的地方了。那么拿出咱们的本体啊，依旧是千大爷熟悉的漆面，非常的干净平整，又给了一定的色差分色做细节补充，灰色的成型色零件也折射出金属颗粒的质感，而且零件表面也非常的平整，除了核膜线啥的几乎看不到什么水纹缩胶，只能说不愧是千大爷敢卖1800的原因啊。和动画机设这个3粗5短的古早味形象不同，这次原型师塔沟一起选择的是龙川虚质设计的形象为蓝本，不过实际的机体比例倒是没有那么细长，毕竟要是再夸张一点的话，就和大张的版本没什么区别了。龙骑1号的原型造型真的是又优秀又经典，能让那么多的大师帮他魔改机设。不过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喜欢当前呈现的这个造型的，保留原色风味的同时又不失帅气。那么惯例咱们先来详细剖析一下机设啊。首先在机甲战机的世界观里，他们的机体统称为 Metal Armor， 由于本身就是日升在高达之后趁热打铁的作品，设定里有大量和高达雷同的部分，比如全可动的骨架系统采用和高达一样的电磁关节驱动器，同样也使用了核聚变核熔炉作为引擎，而外甲能够根据攻击用、侦察用等需要进行换装，不仅方便换装，而且可以制式的重用。另外在部分容易受击的部分还叠上了2级的装甲，而 D 系列还使用了多层混合装甲，内层嵌套了能吸收子弹动能的软质装甲，防御性能比普通 MA 优异得多。另外装甲上还涂了抗电磁涂层，在这个没有米氏粒子的世界里，正是因为这些抗电磁干扰技术的出现，传统的电子战设备还是失效了，于是传感器又走回了以光学为主的分支，战斗也多发生在了市区内。但这个世界还有能探测核熔炉产生重力波紊乱的重力场探测系统，也没有干扰的手段，于是该系统也得到了大规模搭载。MA 的驾驶舱多搭载在装甲最后的胸部，和高达一样都搭载了 AI 电脑，大部分操作都由 AI 完成，驾驶员主要负责方向感和踏板等关键指令。另外 D 系列还采用了夏亚同款的球形逃生舱，氧气量一般能维持24小时。主角方的3台龙骑系列机体是由赖古普拉特博士研发的次世代性能的实验机，全高 17.6 米，全备重量 78.7 吨。第一在3机中的定位为近距离攻击机，而这款模型还原的是由后期博士亲手改造的第一。装甲在同强度下厚度减少 25%， 重量减少 15%。这里拿出改装前的第一对比，就可以看到其实有不少的细节差异的，比如说这个不对称的左肩原本是对称的装着手榴弹，改装后的第一这里则是搭载了之前提到的重力感应系统，而原本位于两腰的光剑也被统一挪到了左侧搭载，这个设计真的是挺酷的。而右侧腰部则留给了这个圆饼状的投掷炸弹，那配合上右肩保留的那一个，还是保留了2发残弹，而玩具里还给了专门投掷用的带装位的手型，做的还真的是挺用心的。当然肩部这边也能拔下来握持，可以看到底部有一个小的隐藏翻起结构，那这个翻起来露出的孔洞就能拿带插装的手型来握持了，握持造型还是非常 OK 的。这两玩意儿在设定里的威力非常大，并非只是简单的牵制用武器，尤其是肩膀上的那个，甚至可以用来炸战舰。至于光束剑 ，D 系列使用的制式虽然规格高，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把2把光剑的末端对接变成双刃剑，不过很可惜的是，玩具这里使用的是替换剑，没有真的给出对接的机构。不过这次的剑柄要比设定上的要细长不少，拿起来还挺有感觉的，而且还给了全涂装，这还是要给好评的。而第一设定里我最喜欢的近战武器就是这2把战术强袭匕首，而且把匕首装载在小腿后方的搭载方式，即使放到现在来说也是很新颖的。只不过这个刀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单纯的匕首而已，而千大爷也是良心的给了全涂装。中距离的武器方面，第一搭载的是一把75毫米机枪，手型搭载需要把这个辅助框拔下来再装上去，枪身也是做了一定的漆面覆盖的。枪的型号为 LPS-32， 射速2200发每分钟，能发射穿甲弹、炸裂弹，而且枪身上还有辅助的瞄具，准头非常的高，可以双手握持。另外枪身上方的长条状就是弹夹。一般来说，备用的弹夹会搭载在小臂的外侧，一边2个，能搭载4个。像千大爷这次就一共只给了4个，加上枪上的一共有5个。不过这些弹夹都是能拔出来的，然后打开盾牌后盖就能看到内里的弹匣储存空间了，这里还能再放4个，非常的够用了。这里的细节也做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就是手腕的弹夹连接位点比较松。
拿下弹夹后就可以看到小臂这里的圆形盖板了，这里还有细节涂装的，拿下来之后就能露出里面的装位了。接着就能装上盾牌的连接件了。这个握把连接件用的把手并没有做滑轨，而是可以像这样的用原装进行多位点的固定。搭载在左手腕时，盾牌容易和肩胛产生干涉。不过玩具里提供的握持手型孔位刚好和握把匹配，所以可以像这样直接抓握盾牌，也可以做到非常的牢固。而这面盾牌除了储物，本身也是防御力优异的寄存装甲盾。虽然没有设定里明说有抗光束涂层，但盾牌能够直接抵挡机枪的扫射和光束剑的攻击。那么以上就是第一的所有配件武装介绍了。别看东西好像给的很常规啊，但实际上还是有挺多东西的。不过除了作为配件的这些，本体飞翼上还有一对外挂的4连装飞弹发射器。千大爷这里也是给了非常细致的涂装，甚至连连接机翼位置的支架都有灰色的分色。此外，如果你购买的是官网版，那么你还将获得首次跟随第一一起推出的这把最终兵器——光子火箭炮。这玩意儿本来应该是 D 系列改装后的3机都有，但除了海馒头的3号机，我确实没其他玩具有带这个东西的印象。不过千大爷这次还是给大家满足了心愿，虽然能动的地方也就是2个把手和高精度的瞄准镜，但整体的涂装造型称得上是精致。包括这根输能管的配件，炮身下方的连接位点是枪铁色的涂装，管子本身是软质可弯曲的，也有同褐色的涂装，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由于该炮的出力极大，所以需要与核熔炉直连功能，这里把胸口下方的黄色零件拔出来就能搭载上了，还是非常的紧实的。这个端炮射击的造型也是当时我看官图深深读到我的点。那么以上就是武装的全部介绍了，除了一些装备和外甲上的变动，本机在锁敌性能和中近距离战斗能力也得到了改造提升，且飞行背包的4门、腰后的2门，加上脚底的2门以及小腿侧方的喷气式进气道，总计39.5万吨的推力，千大爷都做到了完美的还原。此外还有16门小的自态治愈喷口分布全身，可以说这些机设细节和造型啊，千大爷做的都很优秀。但不止如此，能让我一口气拍那么多的 pose 和造型，那都是因为这台龙骑1号优秀的可动设计和把玩手感。首先来看到脖子的双段关节啊，这个双 Z 字结构的脖子其实并不复杂，但这种结构能大幅的提升头部的前后可动，也就是像这样的向前伸脖子，头向前伸能够使得一些发力的 pose 更有力量感。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啊，由于10处没有做镂空的避让，这台第一的低头幅度只有30度不到，抬头的幅度也大差不差，干涉是比较严重的。但千大爷这里给了一个很精妙的设计，就是可以微微抬起帽檐，增大脸部和露出眼睛的面积。这个设计虽然没有增加什么可动，但通过改变眼神，改变了整个脸的动势。帽檐抬起后，甚至有一种仰头的感觉，帽檐遮下来，眼神又变得凶狠。这个设计是真的很有意思啊。左右的摆头也有30度以上的摆动，而平转也能到左右90度附近，已经非常的够用了。来到手臂，大臂的前身做了30度左右的引出范围，向后的话大概是不到30度。左肩胛的外侧是可以抬起的，而2侧肩胛也有一个齿轮的结构，抬起后能增大肩胛的体积。手臂的侧平台在不联动内部关节的情况下就能抬到90度，内部的小肩胛也能够抬起，而根部还嵌入了一段关节，可以像这样一路的抬到135度。大臂的360度大风车也是轻松加写意，阻尼感非常的好。而大臂上段的360度水平旋转也是没有问题的，标准的高可动配置。曲肘是标准的2段关节，每一段负责90度的弯曲范围，而且2段关节不会像威尔基斯那样的拉得那么开，这个手贴肩胛的动作是非常自然的。手腕的弹夹连接部分也能像这样上抬90度，但最优秀的莫过于这个手腕的设计了。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直装配合上一个前后左右4向的翻折，但是这个范围非常的大，简单的结构却能带来优秀的可动，这要远比球关好用多了。而这个直装的设计更是能让手型的替换非常的方便，和手连接的一体性也很好，我很喜欢。腰部的设计是经典的胸腰2段，虽然是经典啊，但和外甲的造型完美融合，使得弯腰和挺胸都能达到30度以上的范围，而且阻尼很好，把持力度很到位，很紧实。同时左右的弯腰借助三角腰2侧空的造型，在腰部加入了一段关节，使得左右也有30度以上的幅度，而左右的腰部平转也不受影响，轻松的就达到了90度，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啊，玩起来也是手感很舒服。同时为了防刮蹭，这个裆部前方的小装甲也做了上抬的避让。腿部呢更是超可动了，首先侧裙甲知道自己的干涉大，不仅能上抬，还能直接拉到后面去避让，没有了丝毫阻碍的前踢能直接踢到自己的肩胛，这也太离谱了，这样的可动真是连弯腰都可以省掉了。后裙甲当然也是能完全抬起做避让的，所以理论上的后踢是可以达到90度的位置的，但毕竟没有必要，而且有点难掰，75度意思一下就 OK 了。侧踢则是90度毫无压力，并且这个阻尼手感真的是太舒服了，把玩千大爷的玩具就是要的这个味儿啊。腿部唯一的槽点就是这个平转设置在了大腿的根部，在垂直的状态下只能向外转动，向内会干涉到胯部，不过只要你把腿抬起一段就能向内转90度了。
而整个腿部最惊艳的莫过于这个屈膝了，你会看到厚重的膝盖甲裂开的多层联动，完美贴合设定的同时又很好看，而且这个小腿180度贴住大腿的造型，这个丰满健壮的下盘比例，不瞒各位说，我就是被官图上的这个雄壮的蹲姿深深读到，最终按下了购买键的，这绝对是我最近玩过蹲姿最帅的玩具，没有之一。脚部这里，首先脚踝前装甲可以抬起，内部有一个连杆的结构，并非是装饰作用，而是能跟着脚掌上下活动的真东西。不过也正是因为有这根杆啊，脚掌无法左右的旋转。脚的向后摆动大概在30度左右，向前抬起则能到45度，而脚掌前段能做一个超过60度的分段上抬，只是可惜这里有点小松，一定程度影响了站立。向内的接地大概在30度以上，不到45度，足够应付不少的接地 pose 了，而向外的接地就只有一点点了，只不过一般用不到。脚部的可动确实不算优秀，但该有的也都有，大部分的地面 pose 都能应付，更何况第一也并不适合摆太多的地面 pose。总之，虽然有一些头部脚部的可动的瑕疵，但整体的可动我真的是非常满意的，更何况优秀的可动也没有牺牲了造型，把玩的体验感又很好，我还能奢求什么呢？哦，对了，这次的手型整整给了8对，除了常规握拳、握持、握枪、开掌手，还有之前提到的特殊抓取手型，都给了全涂装。讲真，即使真的要去抠细节啊，我也觉得已经没得什么抠的了，顶多是背后的飞翼平台没有固定的卡扣，武装还差一把105毫米的机炮没有给，以及定价1800太飘了而已。但千大爷的定价向来如此，反观万代最近的涨价已经比千大爷还大爷了。我看2级市场上这款的价格还不停的在掉，感兴趣的小伙伴真的非常值得推荐一波。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长视频制作不易，记得点赞投币分享哦。